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賓州有一個叫做油城嘅地方，呢座只有唔到1萬人嘅小鎮，早期以開採石油同埋鋼鐵工業作為主要嘅經濟發展，而家就着重喺文化遺產觀光上。1992年嘅萬聖節前夕，小鎮發生咗一單詭異嘅謀殺案。由於受害者只有11歲，而兇手依然逍遙法外，所以小鎮嘅居民喺跟住落嚟嘅10年時間，都生活喺恐懼嘅陰霾入邊。當地仲因為咁而禁止咗萬聖節嘅夜間活動，以保護小朋友嘅安全。1992年10月27號傍晚，11歲嘅 Shauna 着咗自己用運動衫改造嘅萬聖節服裝，出門參加女童軍喺教堂舉辦嘅萬聖節派對。教堂距離 Shauna 嘅屋企只有幾條街嘅距離。由於佢好驚獨自行夜路返屋企，所以就叫媽媽 Lucy 喺7點半過嚟接佢。佢俾咗媽媽一個擁抱之後，就出門口參加 party 啦。但係邊個都估唔到，呢個亦都係 Shauna 俾媽媽嘅最後一個擁抱。夜晚9點，喺度返緊夜班嘅 Lucy 收到咗丈夫 John 嘅電話。John 係 Shauna 嘅繼父，佢話俾 Lucy 知 Shauna 到而家仲未返到屋企。呢個時候Lucy 先至驚覺自己唔記得咗要去接個女返屋企，於是 John 即刻揸車去到教堂，但係 party 一早已經結束咗。跟住 John 又繼續揸車喺附近度揾，依然冇發現 Shauna 嘅身影。另一方面 Lucy 擔心 Shauna 可能係返屋企嘅時候出咗意外，所以就聯絡咗鎮上嘅醫院，但係就冇 Shauna 入院嘅記錄。之後 Lucy 聯絡咗 Shauna 嘅好朋友 Joey表示 party 喺8點之前就已經結束咗。由於 Shauna 一直都等唔到媽媽，所以 Joey 就同 Shauna 一齊行路返屋企。佢哋行到咗一個分岔路口，因為佢哋嘅屋企都坐落喺唔同嘅方向，所以 Joey 就提議 Shauna 同佢一齊行路返屋企，跟住再叫爸爸載 Shauna 返去。雖然 Shauna 有啲驚自己行路返屋企，不過佢亦都唔想麻煩其他人，所以就選擇自己行返去。之後佢哋就喺路口度分別啦。Lucy 即刻將呢個消息話俾 John 知，兩夫妻好快就意識到 Shauna 一定係喺呢段路上出事噶，所以就馬上報警。之後警方嚟到咗兩夫妻嘅屋企了解情況，聽咗兩夫妻嘅陳述之後，一位警員突然醒起佢頭先所接到嘅另一通報警電話。大約8點，有人報警話自己親眼目睹咗一單綁架案。報案人叫做 Dan。佢表示佢睇到一個着住運動衫嘅細路女喺條街度行，跟住一個高高瘦瘦戴住棒球帽嘅男子突然喺對面街度跑過嚟，將細路女抱上咗一架紅色嘅小型轎車，跟住就消失喺夜幕中啦。於是 Dan 即刻跑到附近嘅住家，向居民借電話報警。呢個時候警方先至意識到嗰個被擄走嘅細路女好有可能就係 Shauna。跟住警方就喺小鎮展開咗搜索行動，並調查咗所有可疑嘅紅色小型轎車。居民亦都自發參與咗搜索行動，希望可以盡快揾到 Shauna， 等佢可以返到屋企人嘅身邊。10月29號，亦即係 Shauna 失蹤嘅2日之後，警方喺小鎮一條偏僻嘅小溪旁邊發現咗一件運動衫。繼父 John 一眼就認出咗呢件係 Shauna 嘅運動衫。警方繼續喺附近搜索，但係就冇發現其他線索。不過詭異嘅事就發生咗。第2日早晨，有人喺小溪嘅橋上邊發現咗一對鞋。佢望落橋底，發現小溪旁邊有一具遺體，於是佢馬上報警。警方到達現場之後，證實咗死者就係 Shauna。佢嘅身上有多處傷痕，而頭部同埋胸部嘅鈍器外傷就係致命傷，生前曾經遭到性侵。法醫相信 Shauna 係俾人喺橋上邊監生咁掟咗落去，但係佢並冇即刻死亡，而係喺痛苦同埋絕望中苦苦掙扎，最後慢慢斷氣。警方前1日先至徹底搜查咗成個區域，講明兇手係喺警方完成搜查之後先至返到現場，將 Shauna 掟落橋，目的可能係挑釁警方。Shauna 死亡嘅消息搞到小鎮人心惶惶。大家都好驚自己嘅仔女會成為呢個惡魔嘅下一個目標，而當地政府亦都取消咗萬聖節嘅慶祝活動。
並呼籲家長唔好俾小朋友喺夜晚出門，以策安全。萬聖節當日，數百位小鎮居民參與咗 Shauna 嘅守夜活動，幫佢祈禱，並希望兇手可以盡快被繩之於法。與此同時，鑑證人員亦都喺運動衫同埋 Shauna 嘅身上採集到精液樣本，並要求 Shauna 嘅繼父同埋家族入邊嘅其他男性成員提供 DNA 樣本進行比對，但係就冇揾到匹配嘅對象。之後，警方將調查範圍擴大到 Shauna 嘅男同學、同學嘅家長同埋所有認識 Shauna 嘅男性身上，終於揾到咗一位符合綁匪特徵嘅男人。佢叫做 Ted， 係當地一間披薩店嘅員工。最重要嘅一點係，佢擁有一架紅色嘅小型轎車。根據媽媽 Lucy 嘅講法， Ted 同 Shauna 係喺披薩店度認識噶。不過 Shauna 同鎮上嘅其他女仔都非常驚佢，因為 Ted 喺工作嘅時候，經常都想要擁抱嚟到鋪頭嘅細路女。當警方揾嚟 Ted 問話嘅時候，佢表示自己同案件無關，並自願提供咗 DNA 樣本，但係結果就唔吻合。無奈之下，警方唯有向 FBI 求助，叫側寫師對兇手做出側寫分析。兇手應該係一位高高瘦瘦嘅白人男子，20幾歲。案發之後嘅性格或者行為都可能會有所改變，譬如話開始酗酒或者係吸毒，甚至係突然辭職或者係去到其他嘅地方度假等，並且非常關注本案嘅調查進度。警方公開咗呢份側寫，並呼籲民眾留意身邊有冇符合呢啲特徵嘅人，但係就依然冇任何關於兇手嘅消息。時間一日一日咁過去，嗰個恐怖嘅惡魔依然逍遙法外。每逢萬聖節，大家都會感到恐懼，好驚佢又會再次出嚟作案。於是當地政府實施咗一條禁令，大家只可以喺天黑之前進行 trick or treat 嘅活動。入夜之後，小朋友亦都唔可以獨自喺條街度行。而呢條禁令足足實施咗16年。1995年，Richard 警探接手咗調查工作，佢翻閱咗案件嘅資料，但係就始終揾唔到新嘅突破口。於是佢揾嚟咗資深嘅 FBI 側寫師 Robert 幫手分析案情。Robert 好快就發現咗一個盲點。Shauna 嘅驗屍報告顯示，佢嘅手腳並冇被捆綁嘅傷痕，咁講明咗兇手一定超過一個人。因為如果兇手單槍匹馬作案嘅話，佢應該會用繩捆綁 Shauna 嘅手腳，確保佢唔會逃走。呢個時候，警方收到咗一通報警電話。報案人係一位22歲嘅女子，佢表示佢喺酒吧出嚟之後就一直被一個男人跟蹤，之後嗰個男人突然將佢捉住，想要將佢拉上車，佢極力反抗，男人打傷佢之後就揸車逃走咗。警方好快就逮捕咗呢個男人，並以企圖綁架嘅罪名起訴咗佢。佢叫做 James， 佢仲有一個哥哥添。兩兄弟喺警局都有厚厚嘅案底，經常都因為性侵罪而不斷出入監獄。Richard 警探懷疑呢兩兄弟就係殺死 Shauna 嘅兇手，不過佢哋嘅嫌疑最後都係被排除咗。首先，佢哋嘅身形比較大隻，並符合兇手身材高瘦嘅特徵。其二，佢哋並冇紅色嘅汽車。最重要嘅一點係，佢哋喺案發當時正因為其他罪名而被關押喺拘留所，根本就冇可能出嚟作案。於是案件又陷入咗僵局，並慢慢成為咗懸案。時間嚟到咗2002年，Richard 警探決定對案件重啟調查。佢重新翻閱咗案件嘅資料，並發現咗一個致命嘅失誤。佢當年接手調查嘅時候，所有嘅案件資料都係上一任警探留低噶，而佢亦都冇進行二次核實。呢一次，佢發現 Tim 同 James 兩兄弟喺案發當時已經被保釋咗出嚟，所以絕對有可能就係兇手。2002年1月9號，Tim 嘅前獄友同警方講咗一個消息。Tim 之前曾經向佢承認自己親手將 Shauna 掟咗落橋。呢一點令 Richard 警探更加肯定自己嘅懷疑並冇錯。呢個時候，兩兄弟正因為唔同嘅罪行而喺監獄服刑，所以佢決定去到監獄揾佢哋問話。佢先揾咗 Tim， 並要求佢提供 DNA 樣本。一開始 Tim 表現得好緊張，並表示要先詢問律師嘅意見，不過最後都係選擇配合，
提供咗 DNA 樣本。之後 Richard 警探又成功拎到咗 James 嘅 DNA 樣本。冇幾耐之後 DNA 檢測結果出爐， James 嘅 DNA 同 Shauna 身上嘅 DNA 完全吻合。雖然係咁，但係咁樣只可以證明 James 係性侵 Shauna 嘅人，並唔可以證明佢就係兇手。成單案仲缺少咗一條可以將佢哋兩兄弟同案件聯繫起嚟嘅線。呢個時候 Richard 警探懷疑可能仲有第三個人參與咗謀殺。佢即刻就諗到咗嗰個中意擁抱細路女嘅披薩店員工 Ted。深入調查之後 Richard 警探發現兩兄弟喺案發當時就住喺 Ted 嘅屋企度。事實上，警方當年調查 Ted 嘅時候，曾經喺佢嘅後院見到一架紅色汽車。不過 Ted 表示嗰架車已經壞咗一段時間，而警方當時亦都冇進一步檢查架車。最後因為 DNA 唔匹配，就排除咗 Ted 嘅嫌疑。於是 Richard 警探即刻揾嚟咗 Ted 問話。當 Ted 知道警方已經掌握咗證據之後，佢就決定招供。佢表示當年佢同兩兄弟傾到，油城嘅警察非常無能。之後其中一個人提出要喺一個目擊者面前擄走一個細路，等警方好似盲頭烏蠅一樣東奔西跑咁去揾個細路。當大家睇完笑話之後，佢哋就會將個細路安全釋放。與此同時，警方亦都搜查咗 Ted 嘅屋企。不過由於案發至今已經過咗10年，所以佢哋並冇喺屋企度揾到任何有用嘅線索。警方呢一次嘅搜查行動引起咗媒體嘅廣泛報道。當年嘅目擊者 Dan 喺新聞度見到咗 Ted 張相，佢即刻聯絡咗警方，並表示自己非常肯定 Ted 就係當年擄走 Shauna 嘅嗰個男人。喺 Dan 成功指認出 Ted 之後，警方就即刻逮捕咗 Ted。為咗減刑， Ted 好快就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承認3級謀殺同埋綁架嘅控罪。佢表示佢哋3個人本來打算喺萬聖節當日進行惡作劇噶，但係佢喺10月27號晚揸車去到便利店買煙嘅時候，就發現佢架紅色車正喺路上度行駛，於是佢即刻追咗上去。原來係 Tim 同 James 擅自揸走咗佢架車，因為佢哋決定今晚就要進行惡作劇。呢個時候 Shauna 咁啱路過，由於 Ted 同 Shauna 互相認識，所以 Ted 就行咗過去同佢搭訕，並要求 Shauna 俾佢一個擁抱。Shauna 同意咗，跟住佢就將 Shauna 抱入咗嗰架紅色汽車。Well, I grab a hold of her and take her back. Did you grab her? Right around the shoulders. You grab her, Carry down, hand her to Tim. you hand her to Tim. They come in carrying Shauna. I'm going up the steps. Once they got upstairs, I heard her screaming, struggling. Leave me go, get off me. We picked Halloween night. It was only supposed to be a prank. 佢表示喺聽到 Shauna 嘅尖叫聲之後，佢即刻上樓質問兩兄弟，但係 Tim 就叫佢唔好多管閒事，仲威脅 Ted 應該要顧掂自己個仔。於是 Ted 就帶住個仔離開咗間屋。幾個鐘頭之後，佢哋返到咗屋企，但係兩兄弟同 Shauna 已經唔喺間屋度啦。2005年9月，本案正式開審，並喺庭上上演咗一場羅生門。Ted 成為咗污點證人，喺庭上指證兩兄弟。不過佢又再次改變咗講法，並表示當佢返到屋企嘅時候，兩兄弟已經將 Shauna 綁咗返嚟，嘗試同案件撇清關係。James 嘅律師將矛頭指向咗 Ted， 並指出佢先至係案件嘅主謀。咁點解 Shauna 身上會有 James 嘅 DNA？ 辯方表示 James 喺案發當晚帶咗一個女仔返屋企，並喺 Ted 嘅床上發生咗關係。之後 Ted 綁架咗 Shauna， 並喺床上性侵佢，而 James 嘅精液好有可能就係咁樣轉移到 Shauna 嘅身上。而 Tim 嘅律師就表示 Tim 先至係最無辜嘅人。控方並冇任何直接嘅證據可以證明 Tim 有涉案，只係因為兩兄弟有一齊作案嘅前科，同埋 Tim 前女友嘅片面之詞，佢就必須坐喺呢度受審，咁樣對佢好唔公平。最終 Tim 同 James 被控2級謀殺、3級謀殺同埋綁架等5項罪名，全部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而 Ted 就因為3級謀殺同埋綁架嘅罪名，被判20年至40年有期徒刑。
喺案件塵埃落定之後，當地政府喺2008年撤回咗萬聖節嘅禁令，小朋友終於可以再次裝扮成鬼怪，喺入夜之後逐家逐戶攞糖食，享受呢個歡樂嘅節日。